随着特朗普给加拿大加征25%关税的日期不断逼近呢，加拿大社会各界呢也是一片紧张的气氛。尤其是总理小特鲁多呀，不但第一时间就与特朗普通了电话，还想尽办法争取到了一次与特朗普见面的机会。小特鲁多与特朗普见面呢，是安排在美国佛州的海湖庄园。海湖庄园的西班牙名字呢，就叫做 Mar-a-Lago 啊，就是从海到湖的意思。这是一个坐落于迈阿密棕榈滩的一个超豪华的庄园，它占地呢大概有20英亩，有33间卧室。那么特朗普在1985年的时候呢，是以1000万美元买下来的。那么现在呢，保守的估计它的价值也要3亿美元左右。海湖庄园啊，除了是特朗普的这个目前最主要的一个住所之外呢，还承担着会所和俱乐部的职能，甚至呢，它对外营业，光入会费就要20万美元。我们再说回特鲁多和特朗普的见面哈，特朗普呢是在11月29号，也就是周五晚呢，在海湖庄园有一个大型的 party， 也是这个他竞选获胜之后的一个庆功会。那么在跟这个特鲁多通话之后呢，特朗普也对小特鲁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啊，但是呢，邀请是直到周三才最终确定。所以呢，在周五的下午，那么特鲁多从爱德华王子岛返回了渥太华，那么接上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和总理幕僚长特尔福德，一同呢是乘坐加拿大的空军1号，也叫做 Can Force One 啊，在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31分抵达了棕榈滩。那么这里面再说一点题外话哈，加拿大的空军1号呢是刚从科威特航空买的一架二手空客 A330啊，是一架2015年的老飞机。那么小特鲁多呢是下榻在万豪酒店，那么他在那里啊直接听取了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的一个简报，随后呢在7点30分赶到了海湖庄园。那么特鲁多呢，在海湖庄园首先是被安排到了一个叫做图书馆吧的一个地方，那里非常著名的就是挂着一张特朗普年轻时候穿白色毛衣意气风发的照片。那么接待这个加拿大总理的呢，是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叫做珍妮皮罗，以及刚刚提名司法部长的候选人帕姆邦迪。那么在10分钟之后呢，特朗普才姗姗来迟的出场。因为他刚送走了来访的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特朗普呢引领小特鲁多一行呢来到室外的露台的一个餐厅啊，而当时的这个室外餐厅呢已经是挤满了各界的宾客。在特朗普看来啊，这已经是给足了小特鲁多面子，因为在整个的用餐期间啊，他是与这位加拿大总理一同坐一个桌子。那么整个的用餐时间呢，大概是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呢，这显然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啊，而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晚宴。在晚宴中啊，特朗普用 iPad 播放了很多的音乐，比如说呀，他就播放了2个版本的《哈利路亚》啊，还有音乐剧《猫》以及帕瓦罗蒂的一些歌剧。而且啊，在其中，特朗普还曾经终止了大家的谈话，让大家欣赏帕瓦罗蒂的高音。而随着福克斯新闻的一个爆料啊，席间呢，小特鲁多提到呢，增加的关税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一个致命的影响。而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呢，如果加拿大每年不从美国榨取这1000亿美元就无法生存的话，那么呢，加拿大就应该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小特鲁多呢，依然可以作为州长管理加拿大。然后啊，现场就有人提出来，加拿大是一个偏左的国家啊，更加偏向自由啊，英文呢就是 liberal。而特朗普则说呢，那就把加拿大分成2个州啊，一个是保守派的州，一个就是自由派的州。据说呀，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呢，引发了在场的小特鲁多和加拿大其他的官员的紧张的笑声。而且啊，在宴会的第2天呢，特朗普还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AI 的图片，照片中呢是特朗普的背影以及加拿大的国旗和雪山啊，明显呢他是并没有一丝感觉到前一天的言论是欠妥的，反而呢是有进一步挑衅的一个意味。我们再说回晚宴哈，晚宴上呢，特朗普与小特鲁多呢到底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没有人知道。因为事后呢，加拿大的这个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会谈，也没有人做记录。在晚餐之后啊，小特鲁多呢是在晚上的10点30离开了海湖庄园，而特朗普呢则与他的团队和宾客呢继续 party 直到深夜。而小特鲁多呢于第2天早上的9点15乘坐加拿大的空军1号返回了渥太华。
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小特鲁多见特朗普的一个全部的过程也是加拿大并入美国这个无厘头新闻的来龙去脉。而随着这个新闻的不断的发酵呢，以及现场的不断的爆料特朗普把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言论呢，也在加拿大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各个媒体呢也争相报道。有人感觉呢这是对加拿大的一个奇耻大辱，但是也有人呢是欢呼雀跃这下子就不用费劲移民美国了，移民加拿大，未来也能成为美国人了。那么加拿大真的能够并入美国吗？特朗普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是认真的吗？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专门用38分钟的时间呢，论证了美国与加拿大合并的可行性。最终的结论是虽然这两个国家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究其根本，他们在历史沿革、国民性格、经济结构，甚至社会制度以及对待政治的意识形态上呢，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差异合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就是退一万步讲即使各种外部条件都没问题了，但是呢，在主观上，大多数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民也不会支持合并。理论上来讲从1812战争美国入侵加拿大后来在1814年呢，英国和加拿大的联军呢又打回美国，烧毁了白宫200多年以来，加拿大一直都是在抵抗着美国的一个蚕食。虽然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对加拿大的入侵呢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济命脉呢也已经完全被美国掌握，但是呢，你要让加拿大放弃自己的国家放弃了4000万人维系了200多年共同的一个价值观，谈何容易？而我们就是假设加拿大想要并入美国，美国人大概率也不会同意，因为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眼中呢，加拿大并不是一个优质资产，反而是美国的负担。尤其是最近10年加拿大的人均 GDP 呢是停止增长，甚至呢从2019年到现在的5年间人均 GDP 是不增反降。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各州人均 GDP 的数据，非常的直观。我们可以看到呢，在2023年，加拿大的人均 GDP 最高的省份呢是阿尔伯塔省，有8.2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放到美国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跟明尼苏达州差不多但是呢，跟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州、马萨诸塞州这类的富裕的州根本是没法比的。而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人均 GDP 呢都不到6万美元。这放到美国基本就是最穷的地方了尤其是魁北克省，放到美国呢是倒数第2穷，只超过了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密西西比州。而加拿大公认最富裕的地方 BC 省人均 GDP 也只有6.3万美元，在美国呢也是倒数10名以内的。您想美国会想要加拿大这样的穷亲戚吗？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波多黎各。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一个大选当中共和党的支持者呢，关于波多黎各的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呢，引发了一个轩然大波。您可能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波多黎各这个我们印象中不起眼的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小岛为什么在美国是这么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波多黎各并非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呢，由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一个海外领地波多黎各的主权呢归属于美国，但是呢它并不属于美国的50个州而只能算是美国的一个自由邦或者是自治邦波多黎各的居民呢虽然被认定为是美国公民，但是呢，如果他们不生活在美国的本土，则是没有联邦大选的投票权在联邦议会当中呢，也没有席位，只有一个无投票权的一个代表。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统计呢，目前大概有590万的波多黎各人是生活在美国的本土，这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比如说詹妮弗·洛佩茨J.Lo 以及瑞奇·马丁都是波多黎各人的一个代表。而关于波多黎各能否真正加入美国的问题100多年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在波多黎各呢，就举行过6次的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要加入美国。那么最近一次公投呢，是在2020年，有52.5%的波多黎各人呢支持加入美国。但是波多黎各人是想加入美国，但是呢，美国人还不愿意呢。美国的国会根本就没有理这个事情，4年过去了，一直是杳无音信。要问为什么道理也非常的简单，
波多黎各的经济呢，比美国的本土差了太多了啊！政府呢，常年深陷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虽然它的人均 GDP 呢有3.6万美元啊，远远高于其他的拉美国家，但是呢，对比起美国的本土啊，低了不止一半。而且啊，美国的联邦政府还要一直不断地给波多黎各进行财政转移，帮助当地做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抗灾救灾等等的工作。可以说呀，在美国政府的眼里，现在的波多黎各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包袱。但是呢，这个包袱美国又无论如何的无法甩掉。谁让你在1898年就占领了这个殖民地？所以啊，您想，就连波多黎各这样的一个美国100多年历史的一个海外殖民地都无法真正的加入美国，加拿大呢，无论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加入美国几乎是没有可能的。那您说特朗普他没有这点常识吗？为什么特朗普就敢提出一个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让另外的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国土面积世界第2的国家，成为自己的一个省啊？要知道啊，这可是在1812战争美国入侵加拿大之后呢，唯一一个公开提出这样的言论的美国总统，而且呢，他还是面对着加拿大的总理说的。其实啊，答案非常的简单。如果真的有美国人想要吞并加拿大呀，就是10个特朗普加在一起也完成不了。特朗普的言论啊，就是一个玩笑。但是呢，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带着轻蔑的，甚至有些侮辱性的玩笑。在国际外交或者政治当中啊，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公然说出这样吞并另外一个国家的言论，那么别说是外交危机了，就是战争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举个例子呀，就比如说日本首相说要韩国并入日本，或者说德国的总理说要让奥地利并入德国，再比如啊，印度让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并入印度，您敢想象吗？但是啊，偏偏就特朗普他敢说啊，所有人也知道他的性格，而他呢，也并非是真心的想要吞并加拿大，这呢，就是在加征关税之前的一个心理战，也是公关战。而他的这样的羞辱呢，也是有2层的含义。第一呢，是针对小特鲁多的个人；第二呢，就是针对加拿大。其实啊，特朗普对小特鲁多的羞辱呢，已经不是1次2次了。2018年呢，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僵局，特朗普呢专门发推特形容特鲁多是非常不诚实和软弱的，还说呢特鲁多是背后捅刀的人。另外呢，还提到特鲁多使用伪装的友好态度来保护加拿大的利益，并指责他呢试图在谈判桌上玩小聪明啊，称他是一个假惺惺的两面人。在2019年北约峰会期间啊，一些世界领导人被捕捉到在私下的场合呢讨论特朗普的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发言啊，就是背后在议论他。那么其中呢就包括特鲁多。特朗普啊对此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公开回应嘲讽特鲁多，可能是特鲁多对我的谈话的内容不够了解，因为他的注意力都用在了化妆上。更有甚者呢，在2024年的8月，特朗普呢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呢，说小特鲁多很有可能是前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儿子。He's turned very liberal, actually. They say he's the son of Fidel Castro, and could be. Anything's possible in this world, you know? 另外啊，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在特朗普即将上市的一本新书叫做《拯救美国》当中呢，他对此呢还有一个详细的论述，专门是要说明小特鲁多的母亲当年是有多么的奔放。说到这儿啊，您应该能够看出来特朗普对于小特鲁多的一个态度了，这已经很难用玩笑来形容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些言论呢称之为是羞辱。众所周知啊，特朗普不喜欢小特鲁多。那么从政治光谱上来说呢，特朗普是典型的一个保守态度，而小特鲁多的自由党在加拿大呢虽然是中间偏左，但是呢在特朗普的眼中，他却是一个左到家的一个自由派。而在个人性格上啊，两个人也是风格迥异。
特朗普向来以务实、敢说、好斗而闻名，而在特朗普的眼中呢，小特鲁多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呀，结合过往以及本次会面的一个详情，您应该能对特朗普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了。首先呢，特朗普发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关税的一个消息呢，其意图就是要扭转加墨两国对于美国的一个贸易逆差啊。这两国也是对美国排名第1和第3的一个贸易进口国。毋庸置疑呢，一旦增加关税，将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产生致命性影响，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加拿大一样对美国是如此的依赖。我上期节目当中也曾经计算过哈，单单加拿大对于美国的出口额就占了 GDP 的20%，如果再加上进口以及进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对美贸易呢有可能占到加拿大 GDP 的半壁江山。所以啊，加拿大社会呢上上下下才会如此的紧张。而小特鲁多所代表的自由党政府呢，目前则是处于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根据最新的338 Canada 的一个民意调查呀，自由党目前的全国支持率呢，已经是降到了22%，而在野党保守党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43%。所以啊，本次特朗普的一个关税危机，如果处理得当，很有可能成为自由党扭转颓势的一个关键。所以呢，小特鲁多在特朗普的推特发布的很短的时间之后呢，就打去了电话，并且呢，想尽办法去争取一个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机会。但是啊，我们必须要说，这个见面并非是正式会面。特朗普呢，也只是在一个周末的庆功大会上邀请了特鲁多，而且呢，只是提前2天才确定的邀请。别说是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就是请一个普通的朋友提前2天，我相信也不多啊。说实话，这就跟在餐桌上临时加双筷子没什么区别。而在特鲁多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走马灯一样的接见各种各样重要的来宾，那种感觉呢，特别就像是在电影《教父》当中啊，柯里昂在女儿的婚礼上接见各种各样有求于他的人。当然啊，作为国家元首，特朗普还是给了格外的关照，也就是在大宴会当中呢，跟小特鲁多同桌。但是您想啊，这样的一桌人的晚宴，能够谈什么重要的国家议题呢？在欢乐的气氛下，特朗普更是开启了加拿大的玩笑：如果你们不想交关税，那么就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说白了呀，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轻蔑的一个调侃。而且呢，调侃的对象还不仅仅是小特鲁多，而且呢，还有他背后一整个的加拿大。说实话呀，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小特鲁多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呢有些可怜。我相信呢，让他卑躬屈膝的去见特朗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从特朗普的态度来看呢，结果呢应该是相当负面的，甚至呢，这种当面的羞辱很有可能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您从对媒体的这种爆料就能看得出来啊，都是当时在座的特朗普的心腹们有意透露给右媒福克斯新闻啊，就是要当众打你的脸，让你知道关税这件事情美国是认真的，而且呢，还要让大众知道特朗普对于小特鲁多的蔑视的一个态度。加拿大呢，从一个主权国家降格为美国的一个州，而你特鲁多呢，就做一个州长吧。当然啊，是要在总统特朗普的委任和领导之下啊，就是要把你踩在脚下。说到这儿啊，我都不禁要可怜一下小特鲁多了，毕竟呢，他是加拿大的总理。但是呢，无论如何，请大家不要把美国第51州的这个话当真啊！现在所有的一切迹象都指向美国关税的增加，而由此呢，也将引发一场血雨腥风的贸易大战。目前呢，加拿大的上上下下也在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后续呢，大伟也将持续的给您带来更新。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泰美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